大家看我视频这么久，蛋糕这个词应该是听过无数次了吧？视频中或者互动区大概也是见过100万蛋大名这种说法。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大名的蛋糕到底是多少，或者某个蛋糕数字到底能养多少军队这样的话题，经常都能引起评论区的争论。比如统辖间之战时，金川议员80万弹，你说他出兵1万人的话，大部分战国爱好者都会说你低估了金川军；而织田信长40万弹，你说他出兵5000人的话，又有很多战国爱好者会说你高估了织田军。明明这就只是朝廷对一定范围领地价值的衡量，那蛋糕的定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蛋糕和实力之间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不准确？以及所谓的100万弹大名到底有多少个？为什么100万弹大名会成为日本战国叙事中实力强大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关注哦。说到100万弹大名，大多数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前田利家，因为加贺100万弹或者金泽100万弹这个名词实在是太有名了，而金泽的领主就是前田家，前田家的创业鼻祖又是前田利家，因此大家很容易把100万弹和前田利家联系起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在江户时代，真正名义上达到了100万弹的大名就只有德川家和前田家而已。其实前田家在关原之战前并未达到100万弹的领土，但是由于战后的获益，领土达到了120万弹，所以其实真正的100万弹是前田利家的儿子前田利长。在明治维新的新爵位体系中，前田家也获得了侯爵爵位，主要是因为100万弹的领土的维护费用意外的高，加贺的治理又一直赚不到什么大钱，所以其实后来前田家财政上一直没什么余力，实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也就没有像西南强藩一样地位提升。关于华族这个明治维新中的贵族体系和生活方式，可以回看之前的这个视频。那么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江户时代，也来看看安土桃山时代除了织田家、丰臣家和德川家之外，曾经成为了100万弹大名的武士豪门们。一般认为，武田信玄在他的巅峰时期，蛋糕大概是130万弹，主要是信浓国的蛋糕比较高。但是如果和武田信玄所占有的土地面积相比，其实这个数字就相对较低了。主要是因为中日本基本都是山地，武田信玄死后，武田胜赖继承了武田家。胜赖为了向家臣们证明他是不输给信玄的可靠君主，采用了积极与织田德川联盟对抗的态势，从而使得武田家的领地达到了巅峰。而后武田胜赖在长筱之战中败光了家业，最终织田信长派嫡长子织田信忠执行甲州征伐，彻底灭亡了武田家。上杉谦信在日本战国有军神之称，自然是征伐频繁，武功卓越。他从北路起步，最盛时还统治了上野国以及东北和关东的部分地区。领土蛋糕现在被认为大概100万弹，而且由于他神乎其技的军事才能，可以说是有机会问鼎天下的大名之一。无论谦信最盛时期有没有到达100万弹，他死后上杉家的御馆之乱和与织田家的战争都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在春日山城都有失陷危机的时候，本能寺之变不失其时的发生了，局势急剧转折。上杉景胜赶紧抓住机会抱紧大腿，迅速与丰臣秀吉结盟。上杉家的老对手柴田胜家、陇川一义和森长可都被大削弱。后来丰臣天下时，上杉景胜作为秀吉忠心的家臣，拥有了约120万担的领土。秀吉死后，上杉家先是卷入了丰臣政权近江派和尾张派的争执，后来又卷入了石田三成为首的力辽集团和德川家康为首的武将集团之间的争执。后来德川家康决定拿上杉景胜开刀立威，那几个抱团的我暂时惹不起，你一个上杉家都惹不起，我家康公还混什么战国？战后上杉家的领地被削减为30万担。岛津家活跃于九州中国一带，在丰臣秀吉发动九州征伐之前，岛津义久的最盛时期拥有大约165万担的领土。九州征伐之后，秀吉将岛津家的领土削减为60万担上下。关原之战中，尽管岛津义弘站队了西军，但是通过巧妙的外交谈判，成功避免了实质惩罚，领地得以保全。后来岛津家又被加封了琉球群岛，因此在江户时代，岛津家的表高达到了77万担上下，看起来是江户时代相当大的一方势力。但是其实这个数字也是被大高估了，因为江户时代计算表高时，大体是用玄米计算的，然而岛津家的九州领地一直是用的粗米，因此一般认为岛津家在九州的实高应为36万担上下。再加上琉球，在江户时代其实力应为50万担上下，但是因为岛津家的表高是77万担，萨摩藩的各项义务也是按77万担来算的，这就导致江户末期
萨摩藩的负债可能已经高达500万两之巨，属于是吃了老板画的大饼，真以为自己是小组 leader 了，岂不知升职加薪都没份，问题责任白白背。从出云国守护代开始起事的尼子经久，一度短时间控制了三阴三阳8国超过100万担领地，但是好景不长，毛利元就崛起之后，尼子家逐渐式微。尼子经久的继承人尼子晴久在谋略上败给了毛利元就后，家族衰落。再后来，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武士之一，尼子家忠心耿耿的遗臣山中路之介信胜主导了尼子家恢复。尽管尼子在新军借用织田信长派遣丰臣秀吉出击中国的契机，使得尼子家一度有中兴气象，但是最终是在上越三不城之战中，织田信忠和丰臣秀吉决定放弃上越城，决战三不城，留下尼子家3000人，独自面对毛利主导的西国联军6万主力部队，尼子家彻底灭亡。丹羽长秀作为织田信长的左膀右臂，在信长时代就是6位数蛋糕的大名，而后在本能寺之变后的青州会议和建越之战中，丹羽长秀支持丰臣秀吉，是秀吉成为天下人的决定性外援之一。最终建越之战之后，丹羽家的蛋糕达到了123万担。丹羽长秀死后，秀吉忌惮丹羽家的实力太强，开始削藩。丹羽长重时期，丹羽家不仅被回收了广大领地，许多有能力的核心家臣也被丰臣家移封出去，最终丹羽100万担只是一代的泡影。自毛利元就开始，毛利家在中国地方起事，最终几乎成为了西国霸主。在毛利元就的最盛时期，毛利家统治了中国地方的10国，领地蛋糕大约是150万担。元就死后，很快到了其孙子毛利辉元的时代，这时毛利家与织田家几乎在进行最后的争霸战争，但是毕竟实力悬殊，毛利家的领地不断萎缩，最终应该是在仅剩100万担到120万担领地时，本能寺之变爆发，结束了毛利家灭亡的进程。后来毛利辉元作为丰臣秀吉的核心盟友之一，一直维持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超过100万担的广阔领地。秀吉死后，毛利辉元也卷入了石田三成和德川家康的争执中。他作为西军总大将，支持石田三成一派参加关原之战。战败之后，毛利家的领地被削为36万担，或者29万8千担。一说实际应该是65万担，但是毛利家维持65万担的话，就高于东军主力福岛正则关原之战后获封的49万担了。因此，江户幕府修改了毛利家领地的表高，最终是让毛利家的领地表高加和变成了30万担上下。而后，毛利家在新的江户时代重新开发新田，发展经济，收集人才，石膏又再度大幅上升。一般认为，江户中后期毛利家再次达到了100万担大名的经济实力。伊达家从经营东北开始扩张，到伊达政宗投降丰臣秀吉之前达到鼎盛，拥有大约114万担领地。在小田原之战后，直到关原之战前，伊达家在丰臣政权系统下领有58万担。一说德川家康曾经向伊达政宗写下承诺书，保证恢复伊达家为100万担大名，但是因为伊达政宗煽动一揆的事情败露，家康以此为借口，只是象征性的给伊达家增加了4万担领地，因此伊达家以62万担领地进入江户时代。自北条早云起，北条家5代人经营关东100年，创造了辉煌的家业。在关东争霸中，北条家不是积极出手的一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条家都处于虽然不是关东霸主，但是实际上是关东实力最强的状态。按照小田原征伐后德川家康移封关东计算，北条家巅峰时期领地应为250万担上下。小田原之战后，秀吉并没有按照约定归还北条家的相模和武藏两国，本身北条家应该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最后朝廷还是给予了北条家赦免，象征性的恢复了北条家1万担领地，这支北条家存续到幕末。以上就是安土桃山时代达到了100万担领地的豪族们。此外，在他们之前的第一个天下人三好长庆全盛时期，一般认为领地蛋糕是在135万担左右。是的，100万担大名其实就已经到了，如果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话，就可以主导日本政权的实力了，是真正战国实力者的代名词。在我以前的视频中，有时也会看到观众误以为金川家、大内家、长宗我部家这些也有100万担的领地，其实他们都没有。这3家全盛时都是70-80万担的领地。我一般在视频中会说准100万担，或者是100万担级别的力量，这样在当时大几十万担已经是非常显眼的势力了。然而看看这些100万担大名们，大家也看得出来，如果你真正拥有了100万担的领地维持和你与中央的关系都会变得非常棘手，除非你自己出来争天下。看起来也只有前田家是在无心天下的前提下，
维持住了庞大领地蛋糕的经营。也许家康只能接受他们祸分百万担，也是看懂了前田利长的为人吧。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